魏无羡在他怀里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蓝忘机看。蓝湛真的太好看了，魏无羡想到。转眼又一想，这么好看的人已经是自己的了，就越发开心。蓝忘机看见怀里人开心的笑脸，心头一暖，把他抱得更紧了些。魏无羡被蓝忘机一路抱出房间，抱出屋子，抱出院子，稳稳地放上花轿。魏无羡看到外面接亲的队伍洋洋洒洒地排到了巷口，每个人身上都穿着大红的迎亲服，有的头上还戴着墨额。周围围观的镇上居民也在敲锣打鼓地热闹着，老人笑意相送，孩子好奇观望，一片热闹。蓝忘机从容地走到花轿前面，翻身上马，往云深不知处走去。透过花轿的轿帘，魏无羡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越来越远，看不到外面的情况。魏无羡在花轿里既焦急又期待，从没觉得上山的这段路这样远过。花轿渐渐平稳，最后被放下。魏无羡紧张的呼吸一滞，紧接着轿帘被蓝忘机拨开，那人伸出手，似乎是想扶魏无羡下轿。魏无羡自然把手给他，蓝忘机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这时魏无羡才发现自己的手冰凉，甚至紧张的微微出了冷汗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蓝忘机和他状况相同。于是他深吸一口气，安抚性的晃了晃两人握在一起的手，而后魏无羡抬起头，由他牵着，慢慢的出了轿子。蓝忘机也放开了手，改拉住绣球红绸带的另一边，以红缎两人各持一端，誓约牵红。两人进了大堂，蓝启仁、青恒君和江丰眠夫妇都端坐于堂，香烟飘渺，灯烛辉煌，新婚二人齐登花堂。魏无羡记得后一句是新郎新娘齐登花堂，没想到姑苏蓝氏竟是为了他连誓词都改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道理对拜，送入洞房。说是送入洞房，其实因两人皆为男子，便两人一起进入洞房，也就是净室，将绣球等手拿不方便的东西放在净室，两人再出来一同敬酒，家规敬酒，也就是敬茶。两人回到净室，屋内依旧整齐一尘不染。虽然做过心理建设，但看到净室的一瞬间，魏无羡还是惊讶了一瞬。净室墙上挂满了鲜红绸带，窗上也贴了红色喜字，床上的被褥也换了大红鸳鸯喜被，甚至连杯子都换了红色，竟是不复清冷。只是魏无羡没想到，这些不论绸缎也好，喜字也好，都是蓝忘机亲手挂上粘上的，因为净室从不敬外人。至于魏无羡是怎么知道这些事都是蓝二公子亲力亲为的，都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魏无羡被满屋的红色晃了眼，半晌后才有些发愣地道：“蓝湛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可就是你的人了。”我的。蓝忘机猛地抱住魏无羡，挑起他的头，吻了下去。这个吻无关情欲，满是虔诚。蓝忘机小心翼翼地吻着，像那没有颜色的13年道别。只前吻片刻，两人便出了净室，回到席上，接受各大世家各位朋友甚至从未谋面的人的祝福，也不过就是各个世家轮番上来致祝词罢了。因姑苏蓝氏家规禁止饮酒，大家都是以茶代酒，配合着蓝家独特的药膳和各种清清白白的小菜，一顿酒席下来，竟只能勉强果腹，算不得美味。成亲礼终于结束，两人牵着手回到净室。刚进门，魏无羡就累得坐在了床上，如果不是今天日子特殊，他就直接倒在床上了。他看着蓝忘机眉间也显出疲惫之色，说道：“蓝湛，我真没想到成个亲这么累，比夜猎还累。”闻言，蓝忘机也坐到了魏无羡身边，伸手帮他捏着肩膀，也道：“今天累，就早些休息吧。”魏无羡深知蓝忘机也累，便拉住他帮自己捏肩膀的手，放在脸上蹭了蹭。“只要是跟你在一起，再累我也不怕。”魏无羡说道。“我亦然。”蓝忘机道。“给你，收好。”蓝忘机把头上的墨额摘下来，郑重地放在魏无羡手上。魏无羡伸手接过，摩挲了几下，便把墨额工整地叠好，收了起来。“蓝湛，我们喝合卺酒吧，喝了之后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”魏无羡指着桌上的酒杯道。“好。”蓝忘机起身说道。说是合卺酒，倒叫合卺茶还差不多。这姑苏蓝氏当真刻板之私，竟在酒杯里放的也是茶。不过也好，万一喝了酒蓝湛醉了，反倒不好了。魏无羡想到。
喝完合卺酒后，两人分别更衣、洗漱、沐浴，准备睡觉。之前魏无羡一口一个赶快休息说的简单，到了真正该休息的时候却反而怯了。蓝忘机也如此，两人站在净室床上大红的喜被前面面相觑，竟不知该做些什么。轻咳一声，魏无羡强装镇定的上床拉开被子，自己先躺到里侧，再叫蓝忘机也上床。蓝忘机照做了，但是当两人拘束的躺在一起后，又不知现在是该睡觉还是该做些什么了。蓝湛，我们是不是还缺一步啊？魏无羡磕磕巴巴。蓝忘机在被子里一把抱住魏无羡，把人箍在自己怀里。魏无羡也没想到这人动作如此突然，下意识的一推。蓝忘机感觉怀中人抗拒的动作，眼神暗了暗，就要放开手。还没来得及放手，怀中人又马上抱紧了他，把头贴在他的胸膛上，一字一顿的说道：“蓝湛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若不愿，没有，二哥哥，我愿意。”魏无羡抬起头，眼神坚定。见蓝忘机还在犹豫不肯动作，魏无羡放缓了语气，一连在蓝忘机耳边又甜又软的叫了10数声“蓝二公子好哥哥夫君”，想起什么叫什么。终于在又一声“二哥哥”出口的瞬间，被眸色暗沉的蓝忘机猛地压倒在床上亲吻。魏无羡笑眼盈盈地勾住身上人的脖颈，净室之中一片春光，颠鸾倒凤，床榻摇曳。第二日，蓝忘机醒来后，看着身边人依旧熟睡的面容和身上昨晚留下的自己的痕迹，心底升起一丝从未有过的满足。蓝二公子第一次没有准时卯时起，而是抱紧了身边人，再一次睡去。6个月后，夷陵山脚下镇上，听说了吗？前几天老李头家的闺女被妖怪缠上了。听说是那位姑苏蓝氏的蓝二公子和他的道侣一起来驱的妖魔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。这蓝二公子和他的道侣一向是不论妖魔鬼怪品级大小，逢乱必出啊。我有幸见过两位，真是天人之姿，仙风道骨，极为般配，真是一对神仙眷侣啊。竟是近日岐山温氏野心越发长大，前几日更是以训诫为由，要求各大世家必须派出直系弟子去岐山听训。蓝忘机握紧了被子里熟睡的魏无羡的手，有我，你不必在一条独木桥走到黑了。我原自以为心若顽石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终究人非草木，世间还有这万般美好，